有好几天没去菜园了，早晨带 Maxim 到园子里边摘几个瓜回来。Maxim 还是老规矩，在门口等着我啊。上一次摘的甜瓜到现在冰箱里面还有呢，还是没有吃完。我估计这一批的有可能有些都已经熟过了，这边表面上看起来是都熟了，这边几个也是，那面的又有一些裂口的了。我先把这几个摘一摘看看，这都非常熟了。上次有朋友问说我这是什么品种的甜瓜，这个是甜宝，然后我对飞堆那边的那个甜瓜是绿宝石。这两个甜瓜味道都是挺不错的，绿宝石是比较酥比较香，然后甜宝呢是比较脆比较甜。看这个大瓜，这种成熟度非常非常高了，裂这种小口就是最甜的了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个感觉是有一点点坏了，这个是熟透了，有点过了。一会儿拿给鸭鹅去。看这蜜蜂还是很勤劳的，一大早早的就起来采蜜了。我这边的西瓜第二批也开始结起来了，其实应该说不是第二批了，就是第二次秋天结果。这又有不少的小瓜出来了，不过这草也又长起来了。现在就感觉有点时间，就是来菜园里边除草，还有就是给草坪剪草，感觉每周都在剪草。看这儿又有小瓜长出来了，那边还有一个。上次看到长到防草布上这棵长的小瓜，现在我估计差不多都快熟了，这估计是可以了。记得前面还有，这个还比较生，这连续有3个瓜，这还有。这个大瓜真是可惜了，这个烂掉，中间都空心了，哎，可惜了。看来还是得经常来菜园这边巡视巡视，不然呢，这些瓜就浪费掉了。这些感觉也熟了。哎，这种瓜我待会儿也摘回去吧。我种菜大概是有10多年了，最早的时候是在阳台上种，后来来到这个房子这儿，就开始种这种大规模的菜园菜地了。这一晃已经过去有10年了。记得刚开始2015年的时候，是在这边开垦土地，开始的时候只能挖很小的一片，后来呢又搞了拖拉机，然后加上经验越来越高，然后开的土地越来越大，最后就形成了好几片的菜园。这个当然是其中规模最大的那一个了。那边还有果园，还有种蓝莓的地，还有2个大棚。现在大棚都已经损毁了，毕竟已经小10年了嘛。记得10年前刚开始种菜的时候，就特别想种西瓜、种甜瓜这种瓜类，但是当时呢，因为水平有限，就不管怎么种，种出来的瓜不是中途化掉，就是没长起来，一直也没有成功。后来呢，就是不知不觉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，种这些瓜就毫无压力了，可能是几年前。现在回想起来呢，其实挺难以置信，也挺不可思议的，感觉就是突然有那么一个节点，一瞬间就变成绿手指了。最早的时候种这种甜瓜呀，或者说种这些西瓜呀，都是精心的育苗，选最好的土，然后浇水施肥，也是按照各种各样的说明去给它整枝整蔓呀，然后打药啊，反正能做的事情都做了，但是最后呢，结果并不理想。你看10年后呢，也不是10年后了，就是过了几年之后呢，就开始有收获，就能种出大西瓜了。然后甜瓜呢，每棵上也能结个7、8个了。到现在这一颗甜瓜上，今年我感觉每棵上都能结10几个。
看这些全都熟了，我尽量把这些发黄的就给它摘下来吧，不然的话，下次如果过2天再过来，很有可能又烂掉浪费了。看这种已经完全熟了。对比10年前到现在呢，我自己也是很难说清楚到底是哪方面经验和能力的增加，导致了自己一下子从普普通通的种植者变成了绿手指，种什么都能疯长，都能长得很好。要是非找个理由呢，就是种的时间长了，种的太熟了。看这个。小时候看武侠片的时候都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我们种菜的过程中呢，就是天下的蔬菜熟能生巧，巧能生精，种熟了就没有压力了。看这个又是已经熟过头了，这可能又是得给鸭和鹅吃了。今年的这批瓜呢，真的是没有怎么照顾。你像早期的时候给它播种下之后，当时最早的时候可能种子有问题，出苗率有点低，后来又补种了一次。然后就是等它出苗后，因为我好长一段时间没在嘛，是休假了1个多月，然后这片是杂草丛生，把这些小的甜瓜苗都淹没在草丛中了。后来我把草给清理了之后，把边上的高草也割了，然后能看到当时的小苗慢慢的缓起来了。然后我给它施了点肥，然后浇了点水。哦，对了，忘了最关键的那个掐尖过程了。当时除完草给它浇过水之后呢，同时结合着施肥，是把它的头部的尖儿给打掉的。因为像甜瓜这种是紫蔓、孙蔓结瓜嘛，所以这又一个烂的。所以最主要的就是在它10几厘米的时候，把它顶部的这个尖儿给打掉，促进它的紫蔓和孙蔓的生长。最后这些小瓜十有八九都是结在它的紫蔓还有孙蔓上的。如果想更好的去照顾和管理甜瓜的话，那也可以在它紫蔓、孙蔓长到一定程度，比如说我们预留好就要结10个瓜，那个时候也可以把紫蔓稍微的打一打，还有一些不准备让它结瓜的紫蔓、孙蔓，如果太多了，也是可以稍微的打一打的。不过我今年是这些额外的步骤，锦上添花的步骤都没有做，大家也能看到实际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，甚至是可能比我往年精心照顾的结果还要稍微的好一点。其实这些瓜果蔬菜长得好坏呢，真的不在于你怎么样的精心照顾它，感觉只要是有了经验之后呢，大概的基本原则，因为就已经在手上了嘛，不用多想，到时候这些瓜自然就会结出来了，也是挺神奇的一件事儿。我摘了这么多的甜瓜，这一个小筐放不下了，幸好我还带了这纸盒子，一会儿把剩下的也放到纸盒子里一些。这最后一个也拿过去，刚才说的好像是挺轻松的，感觉就是一瞬间就从什么都不会练成了绿手指，然后种什么什么就能长得好。其实这10年来背后的这些也不能说心酸吧，就是辛苦，应该只有在慢慢回忆的时候才能感觉到。你想那么大热天，尤其是当时种菜热情高涨，但是水平又不怎么样的时候，那大热天挥汗如雨，然后反复的种，不停的种，1年又1年的，真是也是投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在上面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那练成绿手指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吧。就是干什么行业，如果你干的时间长了，对它有足够的热爱和热情，再加上足够多的实践，那可能大概率都是能超出平常人的。这个最后这个大的有点放不下了。这个盒子的摆放也是个技巧啊，有些地方有空隙，但是已经放不下了。这个刚才是说要给鸭鹅的，等会儿扔掉。其他的呢，差不多回去
把那些开裂的先洗一洗，然后放到冰箱就可以早点吃了。其他好一点的还能再放上几天。再过来把刚才那个大西瓜也摘回去，我感觉是熟了。哇，希望这个小篮子能禁得住。这两个感觉也是熟了的瓜，我明天再摘吧，希望明早能够记起来这个事儿。然后那边有的小瓜好像是被什么动物给掏了，中心空了，很有可能这个大瓜也不是它自然熟得太过烂掉的，也有可能是什么小动物把它底下咬坏了一点儿。这瓜只要是坏一点儿，那就会迅速的烂掉。后续还能零零星星看见一些小瓜。这些瓜秧呢，我可能后边还要再给它喷一次苦楝油，这样能给它提供一定的保护。哦，这还有一个大瓜，这还差点意思。这样的话能助力它后边生长，否则的话这虫子也是越来越多。秋天呢，这真菌也会进一步的猖獗，所以如果发现真菌感染的迹象，还得及时做好防护。有可能也要喷一点溶剂，如果没有明显迹象，那就省了那个过程了。那边种蓝莓和无花果的地上还有几颗甜瓜，等会儿过去也看看，把成熟的摘回来。看那 Maxim 远远的在那儿趴着等我。Maxim， 很快就好了啊，多等一会儿。你好奇要不要进来待一会儿呀？来，进来吧。哎呦！这狗也是跟小朋友似的，对什么都特别好奇，就不想让它进这大菜园呢，它就特别期待想进来。哎，也没什么，是不是？没什么特殊的。看又开始舔嘴了，应该是到它吃早饭的时间了。等会儿回去给它崴2勺狗粮。这些剩下没摘的瓜呢，我还是尽量把这叶子给它们盖一盖，因为现在中午好多时候又是特别热，阳光特别足的时候，很容易把它表面晒坏。一晒坏呢，它就慢慢的从表层开始烂掉了。这一早晨大概是摘了19个甜瓜和一个大西瓜，又够我们吃好一阵子了。全家4口人，怎么吃也吃不过来。等会儿那边还得再摘几个。不摘也不行啊，不摘的话就都烂掉了，那就更可惜了，浪费了。其实像这种瓜本身长得是非常好的，如果早个2天摘，那上边没有伤痕的时候就更完美了。现在都不知道上边是被什么东西破坏的，因为它已经完全成熟了，这香味甜味都出来了。这个瓜还好，这个瓜都是这种自然的裂纹，也是如果早个2、3天摘，那表面看起来就会光滑漂亮好多。但是现在摘呢，其实一个好的效果是它甜度特别高，香味儿也非常浓。Maxim， 你趴在湿草地上，身上脏死了，快走吧，跑一跑，把身上的水弄下去。西瓜先放在地上，一会儿拿水龙头稍微喷一喷，冲洗干净了。现在过去看看，再把另外点甜瓜给摘回一点。看这边的瓜好像已经生虫子了，这又是被什么东西给我咬了。这个也熟了，趁它漂亮的时候摘回去吧。这还有一个，哎呦，看也是有裂纹了，这都可以摘了。那个还比较小，再等等吧，等几天。我看现在无花果也开始膨大起来了。我这无花果当时说给它追一点实的肥，到现在都还没有追呢，一直也没有顾上它。不过果子也长起来了，后边还是得追一次肥，可能结合追一点叶肥吧。这个也摘了吧。其他的还小，然后像这种当时长出来就有缺陷的，其实应该早一点就给它摘掉扔了就好了。现在白白的浪费了时间。这一颗长得不是很漂亮，歪瓜裂枣，但是看起来也是成熟度还可以了。
收起来。这边的地表会更干一些，所以成熟度呢，还有个头，比刚才那大菜园里边还是要稍微的差一些的。看这土干的。其实菜园里边，如果是种菜时间长了，年头多了，土地保养的比较好的话，那它是会越来越肥沃的。土地是越重，有机质啊，营养成分越高，尤其是再加上适当的轮作，不同的作物每年分头来去种植，还有就是适当的在某些时候休耕1年。然后把地呢，或者是盖起来，或者种一些草类、豆类的这种覆盖作物，让它保养1年，让这土地第2年，种什么都会长得特别好的，病虫害也少。所以说呢，10年修得绿手指，这里边的重点其实并不是绿手指，而是背后的10年呀。这瓜也都放在盒子里边，一会儿带回去。